金荷娜饰演的吴婉秀是韩国财阀花人集团的儿媳妇，也是财团慈善事业部的理事长，常年在社会慈善的第一线活动。这一天，她作为韩国的亲善大使，出席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会议。她在会议上公开演讲，讲述了她所资助的一位伊拉克少数民族少女的悲惨遭遇。她在战乱中失去了家人，又被伊斯兰国的多名男性侵犯，沦为了性奴隶。她此次发言的目的，就是想敦促国际法庭尽快对这些伊斯兰国犯下罪孽的男性进行制裁。会后，吴婉秀就收到了伊斯兰国恐怖分子的威胁邮件，声称要对她进行刺杀。秘书建议她立刻停止接下来的行程，可吴婉秀不想让那些恶势力觉得她害怕了，毅然决然坚持前往马尼拉参加慈善晚宴。与此同时，由 Rain 饰演的徐导宇为了寻找杀害好友的凶手，已经在马尼拉徘徊了3个月。这天，他进了当地一家有名的赌场，因为杀手在当天杀害好友时最后一句话说的是中文，于是他盯上了赌场一位华人老板。他偷听到那伙人在讨论一个代号为 L 的杀手。巧合的是，他们所说的几个月前被 L 杀死的韩国警察正是他的好友朱赫。徐导允偷了一身赌场清洁工的衣服，溜进了那伙人老大的房间，假装收拾垃圾。可那人似乎有客人要招待，催促他弄完赶紧出去。不等他收拾完，一个人就拾着一个大包进来了。而来的人正是他在警察大学的前辈朴庆主。事后，徐导允刚从赌场出来，朴前辈就主动打来了电话。他知道徐导允在马尼拉，所以特意约他见面。但徐导允现在有一个更重要的事，那就是尽快找到杀手 L。 他听到那伙人说 L 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在马卡蒂名品街暗杀一个人，这可能是他为数不多能为好友报仇的机会，所以他必须去。另一边，吴婉秀只带了一个保镖就去了名品街，去取一条将在慈善晚宴上拍卖的项链。而杀手 L 将要暗杀的人正是花人集团的儿媳妇吴婉秀。杀手暂时被喷泉挡住了视线，徐导允趁此机会赶紧将躲在车后。惊慌失措的吴婉秀按了下去，他远远看到杀手的装扮跟那晚杀害好友的杀手一模一样，大概可以确定今天的杀手跟那天晚上的就是同一个人。徐泰允开车带着吴婉秀逃到了偏僻的无人之处。吴婉秀问他到底是谁，徐导允说自己只是正巧路过，但他可以放心，他并不是坏人。车子在刚逃跑的路上撞到了石头，出了些故障。徐导允打开前盖简单处理了一下，却发现里面藏着一个定位器。他建议现在马上离开，否则可能不一会就会有人追过来。吴婉秀想让他帮忙报警，但徐导允告诉他，当地警察内部不知道有多少内鬼，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赶紧离开。他会带他先去自己的住处。吴婉秀没有选择，最终还是跟着徐导允回了他的住处。尽管徐导允再三保证他不是坏人，但他一进门就问起了他被暗杀的原因，这让吴婉秀感到十分不安，立马就要离开。徐导允不再追问，答应会把他送去大使馆，让他给能信任的人打电话，但切记不要暴露这里的位置，只说距离大使馆15分钟就好。徐泰允受了伤，一个人在卫生间简单处理了一下伤口，包扎的时候单手不方便，吴婉秀主动上前帮他包好了伤口。吴婉秀还是对徐导允的身份有疑虚，问他为什么会认识自己。事实上，吴婉秀在嫁入豪门前会是韩国家喻户晓的高尔夫球手，所以作为韩国人的徐导允当然认识他。出发去大使馆之前，徐导允拿了一条毛巾让他擦擦脸上的血迹。吴婉秀的老公很快就赶来了大使馆，留下保镖处理报仇答谢的事。在车上，他劝吴婉秀取消这里的慈善晚宴，毕竟伊斯兰国的那些家伙们已经动手了。吴婉秀没有理会，他只想好好睡一觉。朴庆主正准备去答谢目击证人时，却发现人已经离开了，而陈述书上的签字竟然就是徐导允。于是他再次打电话邀请他见面。这一次徐导允赴了约。吴婉秀的婆婆，也就是花人集团的会长，是个十分跋扈的老太太。她听说慈善晚宴因为恐怖袭击取消了，特意准备了一大笔钱，让吴婉秀拿去贿赂中方代表。毕竟他们举办慈善晚宴的目的之一，就是想借中方代表之手打开中国市场。而吴婉秀做生意一向不依赖这些下作的手段，她表示绝不会取消晚宴，也不会去行贿。另外，这个晚宴是她举办的，希望婆婆不要带着她肮脏的手段去参加，否则她就放弃中国市场。我推测呢，吴婉秀自从嫁入花人集团，就用高超的手段和外界完美的形象，成为了集团的实际掌舵人，而且手上还握着这一家人的把柄和秘密，所以强势的婆婆会气到想直接杀了她。徐导允赴约回家后想了很久，他摸了摸身上的那条疤，那是朱赫在10年前将肾脏捐给他留下的痕迹。他曾经答应过朱赫，要在危急时刻拼尽全力保护他，可他最终还是没能做到，眼睁睁看着好友在自己面前惨死。朴前辈今天约他，是想让他加入花人集团的保镖队伍，毕竟他自从脱了警服就一直无所事事。而朴前辈会在提起集团时，顺口将公司称为花店，毕竟他们负责保护大人物的安全。
为了避免引起注意泄露行程，在外面他们会称呼集团为花店，这让徐踏允不禁起了疑。因为那天晚上杀手离开时也会用中文提起过花店这个词，他觉得花人集团跟那个杀手一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于是他答应加入集团。吴婉秀回去后发现，有关甘她遭遇恐怖袭击的新闻都被压了下来，是她丈夫的手笔，但这个结果跟她想要的背道而驰。她不仅不会取消慈善晚宴，还会紧急召开记者发布会，公开说明她遭遇袭击一事。她就是要让全世界都知道，她正冒着生命危险去做这件事。记者会的召开让吴婉秀在公众面前的形象更上一层楼。昔日的慈善天使即使嫁入豪门，也没有放弃慈善事业，如今更是为了一个伊拉克少女赌上了自己的性命。婆婆在电视机前气得咬牙切齿。慈善晚宴这天，徐导允正式加入了花人集团的保镖组，并由前辈介绍负责吴婉秀的贴身护卫，这让吴婉秀感到十分意外，忍不住回头多看了几眼。自从吴婉秀接手了花人集团的慈善事业部，并频频取得成就后，这种场合中大家对她丈夫的称呼就变成了吴理事长和她的丈夫。她是晚宴上唯一的主角，所有富商的捐赠都源于对她的信任。然而吴婉秀却出身一个贫寒之家，她的妈妈在她小时候只是花人集团旗下一个高尔夫球场的球童，彼时她婆婆还年轻，作为韩国首富的独生女，稍不顺心就会拿人撒气。而她的丈夫则是当时总统的儿子，她妈妈就因为当时叫了一句夫人，被她婆婆狠狠教训。她婆婆希望人叫她副会长，而不是谁的夫人，但她妈妈并没有领会这一层意思，所以当天就被解了。那天她妈妈带着那家人落下的高尔夫球杆，带着她离开高尔夫球场，还说这个球杆以后就属于她了，她要努力练习成为人上人。从此吴婉秀开始了她的高尔夫球手生涯。可因为家境贫寒，她只能白天去高尔夫球场当球童，晚上去练球。就在家里马上就要揭不开锅时，她妈妈提出要送她去美国参加职业选手选拔，毕竟在韩国打工一个月只能赚30万韩币，如果赌一把通过了美国的职业选手选拔，比赛的奖金是他们打工一辈子都赚不到的。就这样，吴婉秀独自踏上了去洛杉矶的飞机。时间转眼来到了12年，吴婉秀在美国拿到了无数座冠军奖杯，终于在进入名人堂后荣誉回国。可这一切也并不是顺风顺水的，在拿下对她来说至关重要的比赛冠军后，她的母亲就被要债的人带来了她面前。这些年她母亲视赌如命，将她10多年的比赛奖金都挥霍一空，还欠了一屁股债。吴婉秀在愤怒之下跟母亲断绝了关系，之后所有比赛的奖金她都捐赠给了慈善基金会，成为了韩国人人称赞的慈善天使。吴婉秀的老公跟她弟弟的老婆有不正当关系，前2集暂时没有交代人物关系，我是从小孩的名字推测，这女的应该是吴婉秀和她老公的弟妹。两人在晚宴后面的休息室里瞎搞，结果孩子困了找不到妈妈，就去找吴婉秀。吴婉秀到处找人，结果可想而知，一开灯这2狗男女正在那孤勇。都这样了，这女的还能来一句不是你想的那样？那是哪样啊大姐，你俩搁那进行人类交配学互动交流呢？不过咱们吴姐可是一点都不在意，她在意的是他们俩就不应该在这种场合里瞎搞，万一被记者媒体发现了，他们集团的形象将会大打折扣。她老公一听这话，气得转头就走了。不是我说，大哥你还有脸生气呢？人后捉奸，人前还得装恩爱夫妻。为了事业，吴姐只能忍，将一切都看在眼里的徐导允，在那一刻感受到了这个女人的痛苦与隐忍。光鲜亮丽的外表下，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血与泪。晚宴结束后，婆婆又来找事，吴姐正烦着呢，决定气死这个老巫婆。一晚上的闹剧和糟糕的家庭环境让吴婉秀疲惫不堪，她让保镖离开，她想一个人待会。吴婉秀跟丈夫金荣国是在非洲认识的，他们在那里一起做了10天的志愿者。在最后一天时，金荣国问她可不可以跟他结婚。这是吴婉秀第一次走进了那个家。她婆婆一向不尊重人，第一次见面就说她儿子的前女友是个明星，后来意外死掉了，是她找人干的。只见吴婉秀兄妹俩一副惊慌的样子，又大笑着说她是开玩笑的。她婆婆立马同意了他们的婚事，还说要把慈善事业部交给她来打理，只因为吴婉秀在慈善方面的形象相当好，又是家喻户晓的高尔夫球手，这对花人集团的慈善事业有着巨大的注意。两人一开始可能的确相爱过，所以每每想起这些，都让吴婉秀痛苦不已。徐导允注意到吴婉秀独自买醉，便在外面等了片刻。不一会，吴婉秀就踉跄着走了出来，但她甩开了徐导允扶的手，徐导允只能很有边界感的把她送到电梯口，按上了电梯门。吴婉秀醉得不轻，走到房间门口，却怎么都找不到房卡，只好把包里的东西一股脑都倒了出来。徐导允将她扶到一边，细心地帮她收拾了东西，捡起了房卡。吴婉秀又问起了那天的事，徐导允没说话，只是帮她刷开了房门。
金荣国对吴婉秀的感情很复杂，吴婉秀亲眼目睹他出轨，却仍然可以一脸毫不在意的让他们别被记者发现，这让他感到十分愤怒。于是借着酒劲，他准备去找吴婉秀问个清楚。与此同时，夫人和保镖正暧昧着呢。徐导允问吴婉秀是不是感到不幸和孤单，吴婉秀通通否认了。这时门外响起了敲门声，徐导允正准备开门，却被吴婉秀拦住了。金荣国看到掉在地上的房卡，正准备拿起来，就被朴庆竹抢先了一步，说吴婉秀今晚喝多了，可能已经睡了。等金荣国走后，就把房卡从门缝塞了进去。第二天一早，吴婉秀看到徐导允有些不自在，徐导允倒是一如往常的跟在他身后，脸上并没有任何情绪，守护着他的安全。就这样，徐导允跟着吴婉秀回到了首尔。这是他正式进入花人别墅的第一天，前辈带着他去住处，保镖跟其他工作人员一样，都住在地下。徐导允不明白，花人为什么会把保镖分为 KPQ 3个组。前辈解释，其实就是 King Prince 和 Queen， 对应到人就是会长、副会长和理事长，他是01，也就是理事长的贴身保镖。徐导允进入花人的目的，就是为了调查好友被害的真相。那天他亲眼看见前辈带着现金，跟那个华人老板对暗号，所以间接问他是不是会帮副会长处理一些私事。答案是肯定的，也就是说这件事跟金荣国有关。刚刚调来吴婉秀身边的女保镖李静过来通知徐导允，说理事长要见他。徐导允准备把东西放好就过去，结果却意外碰掉了桌子上的相框，那是朱贺的遗物。他忽然想起朱贺死前只说了2个字，那就是照片。他捡起地上的相框，发现里面藏着一张内存卡，内存卡里的视频是关于花人集团名誉会长的，也就是说朱贺是因为知道了花人集团的秘密而遭到了暗杀。警察厅长竟然让他记录下总统的日常，然后将内容一五一十的反馈给他。涛允迫于上司的压力，也只有被迫答应下来。原来涛允和朱贺从警校毕业后，涛允被分配到青瓦台，朱贺则是被分到了检察厅情报处。这天朱贺接到任务，准备去八星帮的总部马尼拉调查，因为八星帮在釜山、上海和香港都有据点。这个帮派不仅开设赌场和贩毒，竟然还接受杀人委托。花人集团会长之死疑似与这个八星帮有关，可朱贺却在马尼拉惨遭毒手。涛允气急败坏地找到厅长，因为厅长中断了对朱贺枉死的调查，哪怕涛允跪在他的面前，冷漠的厅长也只是让他不要再无理取闹。为了曾经答应过朱贺的诺言，义无反顾的涛允便决定自己调查。然而却恰巧遇到婉秀遭人劫杀。涛允表示袭击他的并不是伊斯兰国，在马尼拉和他相遇也不是巧合，杀害朋友的犯人和在马尼拉攻击你的恐怖分子是同一人。婉秀认为自己并没有得罪任何人，所以他根本就不相信涛允的说辞。可涛允却展现出强硬的态度，让婉秀从现在起不要相信任何人，待在他的身边直到找出凶手。为了将财团晋升为国际组织，使财务透明化，婉秀准备换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阻止会长行财团的钱。可是这样一来就不能帮集团洗钱了。眼看这次婉秀是铁了心的要一意孤行，弟弟忽然想到什么，接着询问婉秀，他在马尼拉遭遇袭击，是在告诉会长财团的事情之前还是之后？因为弟弟怀疑那场袭击是会长干的，而婉秀的回答是之后。对于妹妹和自己丈夫的事情，婉秀并没有大动干戈，反而是妹妹想要趁机上位，因为她认为姐姐和大夫几年都没有同床了，会长是不允许金家没有继承人的，更何况她还准备和副会长再生一个小孩。姐妹俩的谈话也就这么不欢而散。可就在婉秀准备离开时，妹妹却说出了一个惊人的秘密。原来当年金荣国去非洲和她结婚并非真爱，而是在和艺人高珍熙交往时，第二天因为吸食毒品过量而死在了他的床上。为了避免舆论给集团带来负面影响，所以才选择了形象比较好的婉秀。结婚10年的妻子却没有让丈夫碰过半根指头。就在金荣国准备霸王硬上弓时，恰巧被站在门外的保镖看见。涛允赶忙进来阻止了副会长的禽兽行为。原来这天金家准备拍一张全家福，可当婉秀来到这里的时候，却发现张泰罗的儿子出现在这里。其实张泰罗是金荣国以前的秘书，两人是在纽约认识才将他带了回来。婉秀也知道其实俊熙就是金荣国的私生子，而婆婆之所以要让张泰罗将俊熙带回金家，是因为婉秀的儿子灿熙意外去世5年，一直都没有将这件事情公诸于世。可如今婉秀既不愿生孩子也不肯离婚，婆婆只有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婆婆让张泰罗今后不要和婉秀走得太近，也不要再叫她姐了，这样会让人听起来刺耳。晚上婉秀找到金荣国，希望他能将张泰罗和俊熙送出国，可是金荣国并没有答应婉秀，反而说自己不会如他所愿，哪怕是拖着他一起死，也绝对不可能和他离婚的。心情低落的婉秀光着脚在海边漫步，作为保镖的涛允只是静静的跟随。就在准备回去的时候，婉秀坐在车上拍着脚上的沙子，看见这一幕的涛允赶忙从兜里掏出手帕，细心的帮婉秀擦拭起来。虽然涛允是真心实意，
可是婉秀却说她并不相信涛允，如果想要取得他的信任，那么就将陷害他朋友的罪魁祸首以及这件事跟他有什么关系的证据拿出来。最重要的是，他希望涛允今后只要做好身为保镖的本分就好，不要轻易的越线。就在第二天的时候，秘书将涛允带到了花人集团的总部，并且介绍了集团监控室的具体情况。这里不仅区分了哪些是贵宾监控，还有总公司和子公司的安保状况。随后涛允来到了安保的训练室，可是当朴庆主宣布涛允是总组长时，却有人对他的能力产生了质疑，表示要和他对战一场。然而他怎么可能是涛允的对手？眼看自己匕首玩不过涛允，男人接着又要和涛允比比拳脚，不过结果可想而知，涛允可是实打实的身经百战，不是他这种花拳绣腿可以比拟的。几个回合下来，涛允就轻松将他给制服。涛允询问朴庆前会长是不是心脏病死在大正宫，朴庆主表示这都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他让涛允上网随便一查便知道。可涛允觉得似乎另有隐情，于是来到监控室拿到了前会长的监控视频，也让他发现了前会长并不是死于大正宫，而是死在了其他地方。女人当着记者的面竟然爆料了一条轰动全国的消息，传闻中的那个私生子是自己已故公公的儿子。婉秀此话一出，婆婆恨不得扒了她的皮，丈夫金荣国却在捧腹大笑，自己的私生子怎么就变成了自己的弟弟？原来之前婆婆找到韩律师商议如何让婉秀卸任理事长的职务，哪怕让无所事事的二儿子金荣来当都可以，但是考虑到婉秀的影响力，婆婆让韩律师做事委婉一些。接着婉秀就收到了卸任的演讲稿，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婉秀自己辞职，而不是被辞退了。然而婉秀怎么可能就这么任人拿捏？她让哥哥贤秀放出消息，说花人集团的副会长金荣国有野草和私生子，这也引起了婆婆的勃然大怒。措手不及的金荣国看到公司门口围满了记者，只有让司机绕道而行。婉秀则没有躲避，而是堂而皇之的从记者面前进入公司。张泰罗让婉秀将消息压下来，不然就会出现两败俱伤的局面，并且让婉秀召开记者会解释一下。张泰罗无意的提醒，也让婉秀生出了一计。舆论的压力让婆婆喘不过气来，不过韩律师却表示很难查出消息的来源。婆婆让婉秀最近不要出门，保持沉默就是最好的应对之策。婆婆让婉秀在事情平息之前不准碰财团的任何事务。与此同时，涛允通过窃取金家的监控视频，也让他发现了一个秘密，那就是金荣国曾经给了蒲市长一笔钱，目测下来大概有70-80万美元，换算成韩国货币就是10亿韩元。然而雇凶杀人并不需要这么多钱，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呢？就在第二天的时候，婉秀还是召开了记者招待会。面对记者提出的她丈夫是不是有私生子的问题，婉秀给予了否认，但是却接着爆料出惊人的消息，那就是私生子其实是已故公公的。气急败坏的婆婆将婉秀叫回了家，她没想到婉秀会来这么一手，婉秀却表示这是她力所能及的最佳还击方式。生气到极点的婆婆让婉秀立刻卸下财团理事长的职位，将来也不准干涉花人集团的事务。然而婉秀并不惧怕婆婆的威胁，如果婆婆非要这么做的话，那么婉秀将会继续召开记者会，将财团升格为运作透明的国际组织。这样一来的话，花人集团通过财团洗钱的事情就会曝光。这个婆婆实在是太阴毒了，竟然将自己的亲家母关在了精神病医院里面。可当婉秀来到这里看望母亲的时候，却发现这里犹如监狱一般。原来之前涛允非常不解婉秀的所作所为，他不知道婉秀在守护着什么，以为她是在担心财团的钱被婆婆拿走。涛允之所以会帮助婉秀去记者会，是因为他认为婉秀是在想离开这个家的方法，可没想到婉秀宁愿不离婚也要苦苦支撑着。其实婉秀到底要守护什么，目前不得而知，只不过就在公公没死之前，曾经让婉秀将指纹录入了银行的系统，有一天确认她的身份时会用得上，并且让她就算要离婚也是很久以后的事。婉秀作为公公最信任的人，公公让她一定要在花人集团坚持到最后，眼看婉秀哪怕赌上性命也要坚持下去，涛允这才告诉她金会长并非死在这个家里，而且想杀他的人就在金家。婉秀这时才明白过来，自己是被金家的人买凶杀人。就在第二天的时候，张泰罗将自己的儿子带回了金家，也许是为了嘲讽婉秀在记者会上说过的话。婆婆表示这是她创造的族谱，让她对张泰罗这位婆婆客气一点，她是自己已故丈夫的小老婆，有权住在这间房子。虽然婆婆让张泰罗一家住了进来，可是婉秀却警告她只能在这个房间活动，不要妄想坐上吃饭的餐桌。她让张泰罗最好是做一个透明人，不要让自己在这个家的任何一个地方看见她。张泰罗本想顶嘴，却被婉秀强硬的态度吓得闭上了嘴。就在第二天的时候，婉秀慈善馆的开馆典礼上，没想到婆婆和她的穿着竟然一模一样。婉秀刚发表完讲话，不嫌事大的记者们就让婉秀和婆婆一起拍照，这一下可真把两人给尴尬坏了，那不自然的表情可真的是一言难尽。为了发泄自己心里的不满，婆婆特意让家里的保镖和她进行柔道对战，虽然保镖们有放水的嫌疑，
不过婆婆这一把年纪能有这样的身手也实属不易。接下来婆婆将目光对准了涛允，可是涛允怎么可能放水惯着她？几次试探下来，竟然没有抓住涛允的农服，反而被涛允一个过肩摔给掀翻在地。不过婆婆并没有因此而生气，反而非常满意涛允没有故意输给自己。婆婆和婉秀撞衫的新闻也立马家喻户晓，这可把婆婆气得咬牙切齿。婉秀刚想解释衣服是史蒂芬妮老师送的，她没想到婆婆自己也会购买同款，可婆婆并没有说话，反而让她坐下，接着就假装关心起婉秀来，询问她是不是有10年没有见过母亲了。她的哥哥贤秀的口风还真的紧。婉秀不明白婆婆说这话的意思，婆婆才解释，你知道她被关在精神病房吗？婉秀以为是婆婆做的，婆婆说我有什么资格，她的女儿是你啊。哥哥贤秀带着她来到了所谓的精神病医院，可是这里却犹如监狱一般，大门竟然还需要用铁链来锁着。看到婉秀投来的目光，哥哥贤秀说自己已经尽力了，这一切都是她的婆婆吩咐的。婉秀进入了关着母亲的病房，涛允并没有跟着进去，在门口等着，可没想到下一秒就出现了变故。之前婉秀来到了关押母亲的医院，对于这个满头白发的母亲，婉秀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前。看到有追债的找上门，火急火燎的婉秀赶忙先一步跑回了家，告诉了母亲催债的上门了。下一秒母亲竟然在将小狗赶走后，猥琐地躲进了狗窝里。面对混混的威胁与殴打，婉秀并没有说出母亲的藏身之地，只能一个人委屈地默默承受着。从狗窝露出脑袋的母亲只是反复在强调让婉秀说她不在家。等到债主走了之后，母亲才颤颤巍巍地从狗窝里爬了出来。婉秀非常痛恨嗜赌成性的母亲，因为自打她记事起，已经数不清这是第几次被债主找上门了。然而下一秒，母亲却从兜里掏出了2张机票，也就是凭借这张前往美国的机票，婉秀也成就梦想，获得了无数的高尔夫冠军。可如今母女刚刚见面，说完对不起后的母亲就撒手人寰。可是婆婆并不允许婉秀去参加母亲的葬礼，因为有一个重要的聚会，婉秀必须陪她参加。哥哥贤秀独自送走了母亲，婉秀也只有选择妥协，心不在焉地陪着婆婆参加了聚会。婉秀刚回到家，就抱着母亲的骨灰盒找到了涛允，让他载自己去一个没人知道的地方。在读懂了婉秀的意思后，涛允拆掉了装在车上的定位装置，还让婉秀把手机关机。就在婉秀和涛允将手机分别关掉后，瞬间就引起了监控室的骚动，因为雇主和保镖同时失踪，他们将会承受来自副会长的怒火。婉秀抱着母亲的骨灰回到了儿时的故居，虽然这里比不上如今的大房子，但是却承载了婉秀太多童年的回忆。看着婉秀抱着骨灰伤心地坐在地上，涛允竟然大胆地坐在了婉秀身旁，并且伸出大手将婉秀搂在了怀中。婉秀并没有拒绝，此时的她只想找一个肩膀畅快地哭出来。然而两人暧昧的举动却被不远处的陌生人给偷拍到，原来陌生人是会长安排的。两人开车离家时，副会长就让他跟着俩。婉秀将母亲的骨灰抛向了大海，这样就可以不用像生前那样被人束缚，但是她不会原谅关押了母亲10多年的婆婆。涛允和婉秀的一举一动自然而然的也被婆婆尽收眼底。涛允带着婉秀刚回到家，就被副会长狠地暴揍了一拳。虽然婉秀极力解释是她要求涛允这么做的，可是副会长却是不管不顾，让蒲市长让涛允赶紧收拾东西滚蛋。对于儿子冲动的做法，也让婆婆恨铁不成钢。接着她将朴市长叫到了书房，询问了涛允的过往。蒲市长也如实的交代了涛允的警察经历。虽然儿子开除了道允，但是婆婆知道婉秀一定会阻拦的，因为现在财团掌握在婉秀的手中，而财团里充斥着家族所有肮脏之事，如果惹恼了婉秀全部抖出来的话，儿子就没办法继承经营权了。涛允刚回到自己的住所，不知该何去何从时，婉秀却突然找上了门。看到站在自己眼前的婉秀，涛允竟然毫不客气地将她拉进了房间，并且说出了让婉秀始料不及的话，让婉秀成为他的女人。涛允之所以会说出如此直白的话，是因为他不愿意婉秀活得这么痛苦，就连想送母亲最后一程都做不到。而婉秀也表达了自己需要他，请他成为自己的人。这是我见过最狠毒的婆婆，竟然想弄死自己的儿媳妇。婆婆之所以会这么痛恨婉秀，是因为她害怕婉秀将财团洗钱的事情说出去。可婉秀怎么会束手就擒？她也准备给婆婆使点绊子，那就是搞黄小叔子家准备进入中国的生意。就在科期末化妆品准备上架的这一天，婉秀并没有参加，而是拍起了广告。刚结束，婆婆就将她叫回了家。面对小叔子的质问，婉秀表示送疫苗到非洲的资金不足，所以她才会去接拍广告。婉秀知道他们来找自己的原因，可是她却揣着聪明装糊涂，似乎是为了刺激一下婉秀。小叔子的媳妇智莲说出了一个秘密，那就是本来和金荣国联姻的人是她，但是金荣国在和嗑药的女演员滚床单时，女人却死在了床上。担心金荣国也是毒虫，所以才选择了金荣。就在晚上的时候，涛允给婉秀观看了朱贺留下的视频，里面清楚地记录了金斗屋死亡当天尸体被运出外宅的画面。
陶允怀疑金斗屋是被人杀害的，并且和枪击婉秀的凶手是同一个人。可是婉秀实在想不到婆婆和老公的杀人动机，所以她拜托陶允一定要查清楚。但是在找出更多的情报之前，对外还是先得宣称袭击她的人是伊斯兰国。陶允接着来到了8星福赌场，却被看门的小弟拦下。他让小弟去转告一下会长，表示自己是从花人集团来的。可会长通过视频看到的是一个陌生人，随即就给朴市长打去了电话。朴市长在看到仁川发过来的视频是陶允后，第二天就将他叫到了办公室。朴市长让道允解释一下为何去8星福赌场，可陶允却答非所问，反而质问朴市长为什么送钱去哪里。既然赌场还接受杀人委托，那么朱贺的死是不是与他有关系？朴市长没想到陶允会怀疑自己，眼看陶允揪着这个问题不放，朴市长只能说出自己只是帮副会长跑腿洗钱。既然知道了陶允进入花人集团的目的，朴市长表示花人集团和朱贺的死没有关联，让他随后就递交辞呈离开。可陶允坚信杀害朱贺的凶手就在花人集团，所以在没有调查出真相之前是不会离开的。眼看自己无法说服陶冲，朴市长表示从现在起不管发生什么事，他都不会再帮陶允打掩护了。对于陶允直接跑去询问朴市长，婉秀则是非常的担心，因为他知道陶允这么做的字的，如果所有的事情和朴市长有关的话，陶允就会遇到麻烦，这无疑就是在拿他自己当诱饵。看到陶允铁了心，婉秀也没有再说什么，只是让陶允顺带调查一下管理藏匿资金的韩律师。就在第二天的时候，婉秀来到了自己的副车馆，和收留的孩子们一起进餐。可就在他们离开的时候，却遭到了神秘人的袭击。开着车艰难地躲避着无人机，虽然他的车技不错，躲避了一次又一次的攻击，可是最终还是没有逃脱被炸的厄运。而这个操控无人机的神秘人，竟然是会长身边的女保镖。在猜测车上的人没有生还的可能后，女人也骑着车快速地离开了这里。可没想到危急时刻，陶允却救出了婉秀。而刚刚陶允在营救婉秀的时候，汽车爆炸，疯狂袭来的碎片活生生地插入了她的背部。陶允第一时间被送往了医院。看着正在手术室的陶允，女人也在密谋自己的下一步计划。陶允刚被送到加护病房，他就迫不及待地跟着来到了这里。护士刚离开病房，他就准备上前干掉陶允，没想到副会长却突然来到了这里。女保镖赶忙摆正自身的位置，站到了一旁。副会长之所以会来看陶允，是因为婉秀在醒来过后不停地询问他陶允情况怎么样了。看到婉秀如此的关心一个保镖，也让金荣国非常的不爽。不过在看到躺在病床上半死不活的陶允后，瞬间就感觉内心舒服了许多，于是他转头就离开了病房。看到副会长走远后，女人关上了门，可一转头他却发现了头顶的摄像头。他知道不能在这里下手了，接着就不知道给谁打去了电话，报告了任务失败。康复后的陶允从警局的同事这里调来了当天事故现场的监控视频，同事表示有新的情报在告诉他。与此同时，警察厅长来到了会长家，对于自己儿媳被袭击的事情，会长表达了极度的不满，并且让厅长在短时间内抓住凶手。随后他给韩律师使了一个眼色，在递上一个厚厚的信封过后，韩律师认为袭击应该是伊斯兰国做的。厅长觉得这件事情发生在国内，所以一定会调查得更彻底。可是韩律师却说出了耐人寻味的话，抓不到犯人就代表无能，不抓犯人则代表有才能。厅长也秒懂了韩律师的意思，那就是要尽快了结此事，别让人说闲话。朴市长也来到警局了解调查的情况，得到的消息也是伊斯兰国策划的攻击。不过事故现场附近的监视器却拍到了一辆可疑的摩托车，警局那边目前并没有找到骑车的嫌疑人。朴市长询问副会长要不要再深入调查，副会长并没有多说什么，只是让他如果有新的情报就及时报告。副会长接着从桌子底下拿出了一袋钱，和上次一样，总共70捆美元，让朴市长再去一趟8星福赌场。刚离开副会长的办公室，朴市长就想到了陶允之前和他说过的话，你确定包里的钱不是用来买凶的吗？婉秀在出院这天特意来陶允的病房看望他，因为这次陶允为了救他差点就死了，只差1公分就会刺穿他的肺部。婉秀让陶允下次不要这么拼命，可陶允却打趣道他还没来得及思考，自己的身体就已经行动了。面对如此呵护自己的一个男人，又有哪个女人不心动呢？于是两人相拥在了一起。回到家里，婆婆见到他安然无恙，感慨他命真大，但下一次未必还有这种好运气了。她威胁吴婉秀赶紧帮忙促成弟媳家的化妆品进入中国市场，否则到时候弟媳撤资，小三张泰罗的哥哥就会帮忙注资。原来小三张泰罗的母亲当年就是大法官见不得光的情人，虽然母亲见不得光，但张泰罗却进了大法官家的族谱，被家里承认。而他的异母哥哥如今在香港是赫赫有名的投资人，完全有能力注资免税店，跟怀恩集团进行合作。母女二人这是想登堂入室，但他们刚踏出第一步就被女管家挡在了门外，还是吴婉秀开口才让他们进门。但吴婉秀对他们没有什么好话可说，只有一句：不要多管闲事。
要是张泰罗不听话，他会将张泰罗赶出去，来个去母流子。母子二人顿时被吓得不敢言语。另一边，婆婆穿着睡衣，带着红酒敲开了韩律师的门。他们就像老夫老妻一样，关了灯，拉了窗帘。看见这一幕的金荣国心中五味杂陈。他想起小时候第一次亲眼目睹母亲从韩律师的床上爬起来，当时他还天真的问母亲，难道不怕被父亲发现？保镖队长告知徐道允，自己又帮金荣国去八兴帮送了一次钱。徐道允顿时更加怀疑策划一切的人就是吴婉秀的丈夫金荣国，但他不明白金荣国有什么杀父的动机。吴婉秀为了自保，晚上找到徐道允，拜托他从韩律师那偷出闹福祉财团的账本。徐道允自然是义不容辞。第二天，他就去律师门外踩点。徐道允发现律师的门外养了狗，门锁还是指纹密码锁。他潜入车库偷了律师车里一块毛巾，狗闻到主人的味道便停止吠叫。接着徐道允去家里偷了一个律师用过的杯子，将上面的指纹刻录，伪造出指纹套，顺利打开指纹锁，进入了律师的房间。可他不知道自己的行为被女保镖目睹。徐道允将律师的房间里里外外都翻了一遍，但没找到账本。他正准备离开，竟然发现账本就放在鞋柜旁边，还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律师得到消息，立刻赶回别墅，发现账本失窃，他心知大事不妙。而徐道允已经争分夺秒将账本送到了吴婉秀这里。没想到下一秒，检察官破门而入，说接到举报，还有一张针对吴婉秀哥哥的逮捕令。最终婉秀的哥哥因贪污罪被检方带走了。得知此事的婉秀瞬间慌乱不已，因为自从母亲去世后，哥哥是她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看着婉秀如此痛苦，徐道允只能不断的安慰她。恰巧此时婉秀的老公走了进来，看到这一幕后，他的脸都绿了。但令人没想到的是，举报婉秀哥哥贪污的人正是老二金荣明，因为他对婉秀没有帮他打通中国的化妆品市场一事耿耿于怀，所以为了给他个警告，金荣明便将自己搜集到的资料交给了检察院。可他的这一举动却将韩律师打了个措手不及。毕竟婉秀的哥哥握有他们洗黑钱的证据，万一他将证据提交给检方，那整个集团都将会彻底完蛋。而韩律师之所以如此帮助金荣明，则是因为他是韩律师和会长的私生子。为了替儿子谋划未来，韩律师可谓是操碎了心。很快婉秀就来探望哥哥，但此时哥哥却表现得非常淡定，好似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他告诉婉秀，整个花人集团的命脉都捏在他手里。虽然不知道哥哥指的到底是什么，但看到韩律师过来后，婉秀还是主动的离开了。此时哥哥表示，如果韩律师不将他保释出去，那自己则会将财团洗黑钱的证据交给检方。很快二人便达成了一致。此时哥哥告诉韩律师，举报自己的人正是金荣明，因为婉秀倒台后最大的受益者便是他。但韩律师为了替金荣明掩盖罪行，并未承认此事，而是将举报之事推到了徐道允身上。因为他刚刚从自己的书房拿走账本，结果不到1分钟，检察院的人就来了。显然世上并没有如此巧合之事。听到此话后，哥哥也明显有些诧异。紧接着韩律师便将婉秀哥哥的要求告诉了会长，甚至还说自己一定能将此事处理干净。可会长此时却突然提到，是不是应该先查出举报人是谁？面对会长提出的质疑，韩律师只字未提举报者是金荣明，反而将徐道允偷走账本的事情告诉了他，并表示徐道允很有可能就是举报婉秀哥哥贪污的人。而此时的徐道允还不知道，自己的头上莫名的替人顶了一个炸弹。他认真的研究着账本里的秘密，结果却发现，虽然财团是用婉秀和哥哥的名义来管理，但实际上所有的资金都流向了会长。正当他百思不得其解时，婉秀这边也遇到了麻烦。只见婆婆将她和徐道允搂在一起的照片拿了出来，并质问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虽然婉秀听后很是不爽，可还不等她回答，韩律师便将徐道允偷账本的事情告诉了她。无奈之下，婉秀只能主动承认，是她指使徐道允这么做的，目的只是想趁财团国际化之前查看下集团的账务。至于这张照片更是子虚乌有，因为当时她一直沉浸在母亲去世的悲痛中，就连站立都非常困难，根本就不是照片上看到的那样，而她仅仅只是一个保镖而已。婆婆越说越离谱，虽然她早就收到这张照片了，本以为婉秀只是玩玩而已，没成她竟被徐道允骗得团团转，甚至还主动承担下所有的罪行。婆婆被气得差点一口气没有喘上来，但婉秀依旧坚信徐道允不会做出这样的事。一旁的韩律师见状只能打起感情牌，他说婉秀的哥哥是自己一手栽培起来的，根本不可能会背叛集团，就如集团也不会背叛他们兄妹一样，因为在座的人才是捆在一根绳子上的蚂蚱。到底徐道允给他灌了什么迷魂汤，竟让婉秀教唆他去偷账本？最终婉秀还是向他们妥协了，并承诺会尽快将账本归还给韩律师。显然他也开始怀疑徐道允接近自己的初衷了。于是晚上他便约徐道允在天台见面，要求他拿出证据证明暗杀自己的人和杀死他朋友的是同一个。婉秀说韩律师和会长已经知道账本在他手上了，而且他们还不疑举报哥哥贪污的人正是他。徐道允不仅否认了此事，甚至还说出了一个令婉秀非常震惊的消息，
原来财团的秘密资金都流向了会长那里，虽然目前他还没有调查清楚会长这么做的原因，但只要账本在自己手里，那起码能保证婉秀的安全。谁知婉秀竟劝徐道允将账本还回去，否则他们真的会杀了他。但此举却遭到了徐道允的反对，因为要想和他们对抗，那就必须要用这些账本，他一定能保护他。听到徐道允坚定的回答后，婉秀也不再动摇，他们紧紧地相拥在一起，准备并肩作战。谁知第二天，婉秀私吞财团资金的消息就遍布各大媒体，婆婆看到后更是异常的愤怒。殊不知操控这一切的人，竟是婉秀老公的情人，而她之所以这么做，只是想代替婉秀成为集团真正的女主人。为了掩盖这一丑闻，韩律师先去找了婉秀的哥哥，提出只要他不向检方提供他们洗黑钱的罪证，那自己一定能将他保释出来。随后韩律师又找到了会长，准备用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来压过财团资金侵占的报道。虽然会长很是顾及儿子的脸面，但为了能让他更加顺利地继承集团，显然这个方法是目前最有效的。于是第二天，会长便安排婉秀去釜山参加集团度假村1周年的活动庆典，借着拍摄夫妻画报的机会来平息他们离婚的传闻。对此婉秀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便欣然答应了。其实韩律师之所以这么想要婉秀辞任理事长一职，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因为老会长曾立过一份遗嘱，不管他能不能活到70岁，都会在70岁生日时公布这份遗嘱。虽然他不知道里面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可眼见日子越来越近了，韩律师才会如此紧锣密鼓地替儿子谋划。而与此同时，为了让婉秀舒缓一下心情，徐道允特地开车将她带到了一处海边。在二人聊天的过程中，海风突然将婉秀的丝巾吹跑了，好在徐道允及时抓住了他，然后亲自给婉秀带了上去。情到深处时，二人也情不自禁地相拥在一起。殊不知这一幕正好被会长的保镖偷拍了下来。晚上保镖再次溜进了别墅，而此时屋内只有他们2个人。保镖迅速找好角度准备偷拍，结果却因婉秀不小心打翻了茶杯，导致徐道允手被烫伤了。而他们互相关心的画面正好给门外的偷拍者提供了外遇的素材。为了保证婉秀的安全，徐道允则打算坐在床边守护她。看着他如此的贴心，婉秀则直接从背后搂住了徐道允。等徐道允走后，却被一只流浪猫吸引了。但他不知道的是，危险正在一步步的靠近婉秀。就在这危急关头，徐道允及时出现救下了他。他让婉秀从窗户逃走，自己则单独对抗门外的杀手。经过二人一番打斗后，杀手凭借过硬的身体素质，成功将徐道允打倒了。结果等他再去杀婉秀时，他早就从窗户那逃跑了。来不及多想，徐道允也赶忙追了出去。而此时婉秀早已逃到了一艘游艇上，她躲在屋里不敢出声，本以为这样就能躲过杀手的追杀，不料一抬头却发现杀手竟出现在她的头顶上。千钧一发之际，道允赶了过来，他几乎以搏命的方式才跟对方打个平手，最终在身中数刀的情况下，一脚把杀手端进湍急的水流之中。道允担心还有其他的杀手，于是强撑着虚弱的身体，将船开到了安全的地方。时间一晃来到了第二天，婉秀唤醒了虚弱的道允，而经历过生死一战，两人的感情逐渐升温，最后情不自禁地吻在了一起。另一边，婉秀丈夫来到了别墅，然而却没有看到妻子的身影。镜头一转，婉秀在睡梦中翻了个身，手不自主地搭在了丈夫的腿上。夫妻俩已经很久没有这样亲密的动作了。丈夫一时间不知道该高兴还是生气，高兴妻子性格突然的转变，生气她会不会和保镖真的有什么。中午，婉秀和丈夫出席了捐赠的采访，表面上二人像是非常恩爱的夫妻，实际上婉秀更加在乎一旁守护的道允。早些时候在帮他处理伤口时，虽然能猜到打斗有可能会负伤，但真正目睹了那一道道伤疤时，婉秀还是被震惊到了。就疤加上新伤每一处都刺在他的心里。道允猜到喜欢的人会自责，于是一把牵起婉秀的手，表示看清了杀手的动作习惯。因为账本在他手中，所以被当成了暗杀的目标，推测对方一定是需要财团账本的人，所以拜托婉秀好好想想，如果他死了，谁会继承财团？婉秀瞬间想到了小叔子，但据婉秀所知，小叔子和婆婆的关系并不好，她似乎不知道秘密资金这件事。此外，道允还有一件事不明白，韩律师可以说是婆婆的左右手，那为什么会编的黑账全都栽赃到了她的身上了呢？于是道允让婉秀问丈夫2个问题，以便缩小调查凶手的范围。婉秀直接问小叔子是私生子吗？听到这句话，婉秀老公的表情有明显的变化，看来私生子的传言不是空穴来风，刚好可以佐证婆婆为什么讨厌二儿子。而另一个问题则是丈夫知道公公的死因吗？通过丈夫的状态，基本上可以确定他知道父亲的死因。与此同时，婆婆命令韩律师将儿媳劈腿的事公开，不惜伪造证据也要把婉秀兄妹除掉。此外，韩律师调查到，道允当保镖是为了调查同事的死因，而死去的同事当时在追查老会长之死。紧接着话锋一转，提醒婆婆只要婉秀死了，那么老董事长留下的秘密资金大家就可以妥善分配了。下午婉秀劈腿的新闻被大爆特爆，婉秀丈夫气愤地找到母亲，质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做。
丈夫警告母亲，他的妻子不是像你这样龌龊的人，作为亲生母亲婆婆也不能理解儿子为什么和她唱反调。没想到丈夫对于当年的事耿耿于怀，尚且年幼的她怎么也挥之不去。妈妈与韩律师做饭的龌龊行为，结果母子俩为此大吵了一架。总之，丈夫是真心爱婉秀的，他不允许任何人伤害这个女人，哪怕是自己的母亲也不可以。恰好慷慨激昂的说辞被三儿给听到了，当天晚上他就带着儿子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别墅。毕竟守着一个不爱自己的人，让他觉得很窒息。当晚，道允溜进了韩律师的别院，他上次在保险柜对面的钟表里安了隐形摄像头，恰好拍下了保险箱的密码，里面装了许多的文件和证书。道允在其中的一份里意外发现，韩律师将财产全委托给了婆婆的二儿子。他一下就反应过来，三儿子是韩律师亲生的才对。夜里，丈夫命人把道允带到了地下室，随即拿起一支猎枪直接抵在了他的脑门上。道允只好将来龙去脉详细的复述了一遍，并提醒丈夫老会长是被自己人杀害的，而他同事的死就是最好的证明。然而丈夫越听越激动，非要一枪崩了道允。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婉秀得知消息赶到了地下室。丈夫万万没想到，深爱的人竟然会替保镖挡子弹，一瞬间信念全都崩塌了。最终这位纯爱战士还是放下了手中的枪，他依旧深爱着妻子吴婉秀。时间一晃来到了2周后，老董事长委托的律师来到了南朝鲜，他当着所有家庭成员的面宣读遗嘱，公公将生前所有获得的非法资金共计18兆韩元，全部交由儿媳的慈善财团继承。爆火韩剧《红天鹅》即将迎来了大结局，随着婉秀继承了惊人的18兆巨额遗产，财阀家族暗流涌动，一场你死我活的财富争夺战正蓄势待发。潜伏在财阀家族30年之久的韩律师，也终于开始展露他的终极目的。岛允在与 K1 的上一次交手中，他根据对方的动作，逐渐意识到了 K1 就是韩律师的刽子手。然而要证实这一切，他还需要确凿的证据。大儿子荣国和婉秀远赴瑞士，在亲眼目睹了老会长留下的天文数字般的财富后，即便是生于豪门，也被眼前的景象震惊得目瞪口呆。当两人返回韩国后，老二荣明立刻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迫不及待地想要3人平分遗产，即使这样，每人都能分到5兆。就在荣明沉浸在分钱的美梦中时，荣国无情地戳破了他的幻想。他警告荣明，这笔钱是婉秀打算回捐给社会，根本就没有他的份。婆婆一心想着如何利用这笔资金为大儿子荣国铺平继承花人集团的道路，对他而言，这不仅是一笔财富，更是巩固家族权力的关键棋子。老二国民却沉浸在平分5兆的美梦中，他的贪婪几乎溢于言表，喋仆不休地谈论着如何分配这笔巨款。然而令所有人意外的是，作为长子的荣国却对这笔财富漠不关心，他的内心充满了对父亲的敬重和对婉秀的信任。在他看来，遵循父亲的遗愿，让婉秀掌控这笔财富才是正确的选择。看着荣明还在孜孜不倦地计算着分钱，荣国的耐心终于耗尽。他警告荣明要注意自己的身份，不过是个鸠占鹊巢的东西。这番话暗含荣明的生父其实是韩律师。会长婆婆听后大惊失色，连忙上前阻止荣国继续说下去。被戳穿身世的荣明顿时怒火中烧，他威胁荣国，家族里有着众多不可告人的秘密，足够他们蹲一辈子大牢。然而面对弟弟歇斯底里的威胁，荣国却出人意料的平静，直接说出了父亲的死和他脱不了干系。荣明无计可施之下，将目光转向了韩律师。在这一瞬间，他的脑海中闪过一个疯狂的念头，那就是婉秀必须消失，只有这样财团才能落入他的手中。韩律师听后并没有说什么，反而是询问他为什么要杀死老会长。这个问题如同一记重锤，击中了荣明的软肋。原来当初荣明为了继承权的问题与老会长发生了争吵，他抓起金砖一时冲动将老会长砸死。韩律师及时赶到后，只是他迅速离开，随后伪造了老会长死于马上风的假象。另一边会长婆婆也没有闲着，她迅速将韩律师叫到身边，提议利用婉秀的哥哥来洗清那笔非法资金。一旦他介入，那么婉秀也将因为亲情的关系无法脱身。紧接着以荣国的名义收购集团股票，再用些手段确保他继承花人，等一切尘埃落定，再给婉秀的哥哥安上各色舞弊的罪名，送他进监狱。韩律师听完，眼中的光彩逐渐暗淡，他意识到婆婆根本没打算给他和荣明分一杯羹。与此同时，婉秀和他的哥哥涛允3人正凑在一起商讨对抗财阀家族的策略。涛允几次潜入韩律师的家中搜集证据，他笃定荣明就是韩律师和会长婆婆的儿子。这个身份使得荣明无法合法继承花人集团，所以才会盯着辐射财团。涛允最后还是将财团账本交给了婉秀的哥哥，他要与韩律师进行交易，收集证据。不久后，婉秀的哥哥在江边与韩律师会面，岛允藏身暗处，录音设备准备就绪。依照之前的约定，韩律师已经将洗白的资金转入婉秀哥哥的国外账户。婉秀哥哥试图从韩律师口中
套取更多信息，追问到底是谁想要杀死婉秀。如果婉秀肯放弃财团的权利，是否就能确保安全？韩律师则警告让他顾好自己再说。说着，一把抢走装有账本的袋子，便转身离去。陶允见无法套出更多信息，便关掉了录音设备。然而就在这个间隙，K1突然从暗处冲出，一刀割断了婉秀哥哥的喉咙。岛允瞳孔骤缩，这个动作与当初杀害朱贺时的手法如出一辙。岛允不顾一切冲了出去，将匕首刺入 K1的左肩。他看到婉秀哥哥情况危急，他顾不上继续追击 K1，转而全力进行施救。然而由于失血过多，婉秀哥哥最终还是离世。事实上，婉秀的哥哥在接过账本时就预感到了自己的命运，他事先留下了足以牵连韩律师的证据，并在出发前告诉岛屿，如果自己出现了意外，就去找他的妻子。婉秀的哥哥用生命为妹妹铺平了道路。另一边顺利拿到账本的韩律师立即将其交给了检察方。会长婆婆因此受到了传唤。韩律师安抚婆婆，她只要在检察厅安静坐着，其他事情全交由自己处理。同时韩律师还诬陷称是婉秀哥哥，将账本交给了检察方会长。婆婆眉头紧锁，隐约察觉到一切都是韩律师在背后搞鬼。婆婆试图拖延时间，不愿立即前往检察厅，声称外面全是记者，一露面就会被拍到。这时韩律师迅速将婉秀外遇登上热搜的消息拿给婆婆，表示媒体的注意力都被转移，此刻可以趁机悄悄前往检察厅。婆婆迟疑片刻，最终还是同意前往。时间来到深夜，调查结束的婆婆被韩律师安排在一家高档的酒店。婆婆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比想象中更加危险，于是就想着让韩律师替她解决困难，但还是不会将集团给小三的孩子继承。回到财阀家岛屿，迫不及待地去找了 K1， 甚至还携带了电击枪。不过 K1 能成为财阀会长的贴身保镖，身手肯定不弱，但背部的伤势让他的战力大打折扣，仅2个回合便被岛允按到门上，然后迅速扯下他的衣服，最终确认他就是杀手后，岛允也彻底不再留手，3下5除2便击中其头部，再趁他头晕目眩之际，招招向脑袋上招呼，很快便将对方彻底制服。与此同时，会长婆婆也因非法挪用资金被警方当场拘捕，而作为会长的亲信韩律师则一言不发地站在一旁，强掩心中的兴奋。不过这2件事几乎同时发生，所以韩律师才刚准备透口气，却正好看到 K1 被警方抓捕，古不祥的预感立马涌上心头。为了防止 K1 供出自己是幕后主使，他转头便来到后花园，从土中挖出一个铁盒，里面正是小儿子杀害前任会长的金砖，上面不但沾有前会长的血迹，还有小儿子的指纹。然后他带着金砖便来到警局，来到会长婆婆面前，对方埋怨他为何现在才来。面对斥责，韩律师并未多言，只是将金砖放到桌上，一脸无耻地表示这是他小儿子弑父的证据，如不想让小儿子也深陷荼毒，就必须担下买凶的罪责。短短几句话，信息量却巨大，直接将会长惊得合不拢嘴。他现在才知道，3番5次刺杀大儿媳的人，隐瞒丈夫去世真相的人，害自己进监狱的人，竟全是他的亲信韩律师。他甚至还为其生了一个儿子，而那个儿子正是小儿子金荣明。要知道虎毒尚不食子，但韩律师却恬不知耻地反问，难道他想将2人的感情公之于众，想让所有人都知道他和一个仆人有一个孩子吗？简单的几句话彻底将会长的锐气泯灭。出于保护孩子的本性，也出于对自己名声的维护，会长最终同意担下买凶的罪名。与此同时，大儿子将小叔子的媳妇拽到房间，二话不说便打开2个保险箱，里面赫然是众多金条和债券。要知道泰罗的目的一直很单纯，就是想嫁入豪门，获得数不尽的财富。不过当这些财富真的唾手可得时，他却突然变得迷茫，因为这1000亿韩元是大儿子多年来存下的合法资金，也是他现在拥有的一切，而这一切全部给自己，除了让他能照顾好孩子外，还代表大儿子也预感到危机，所以他才将钱给了孩子，却将自己留给了最爱的妻子。大儿子这边交代完后事，小儿子那边也没闲着，此刻妻子正逼他签离婚协议。不只因会长婆婆被抓，小儿子已彻底没了利用价值，还因他私下动用了妻子娘家的资金，购买了大量公司股票。但能弑父的小儿子岂是善类，他不但当众将协议书撕毁，还当场撂下狠话，今天便要将财阀的继承权抢到手，严逼他驾车飞速来到大正宫。一进门便让所有佣人全部撤出山庄，然后他径直来到地下室，从架子上取下了猎枪。与此同时，韩律师正好看到佣人们撤离，他立马给管家打去电话，这才得知小儿子的情绪已经崩溃，他飞速向楼下冲去，而婉秀也在此刻准备出门。这时大儿子正好下楼拿红酒，结果小儿子便出现在他身后。与此同时，婉秀突然听到一声枪响，幸好这一枪只是打在墙上，韩律师也终于及时赶到，但大儿子却并不畏惧，毕竟他早已交代好后事，能在最后时刻让他们父子2人付出代价，
也算是能为婉秀做的最后一件事。不料韩律师想要亲自动手，这话终于让大儿子严肃起来。不但因心狠手辣的韩律师会真的开枪，还因情绪不稳定的小儿子才是婉秀未来最大的变数。他才不想让妻子独自面对一个不定时炸弹。于是他飞身扑倒韩律师，这边婉秀已飞速地冲入别墅，另一边小儿子却已捡起了猎枪，然后下一秒他开枪打中了自己的哥哥。这一幕彻底惊呆了众人。而大儿子中枪部位是左胸，已是九死无生，但他却要拼命站起来，想让小儿子彻底坐实凶手。最终也真的如他所愿，婉秀哭着跑向他，嘴里不断喊着老公、灿熙他爸，这两个称呼成功将大儿子唤醒。毕竟自从二人的孩子灿熙去世，他已整整5年没听过这样的称呼，但这也仅是回光返照。他仅说了一句抱歉后，便彻底撒手人寰。不过这边在做最后的告别时，韩律师那边也没闲着，他先让小儿子去删除监控，并立马离开山庄，然后亲自拨打了报警电话，最后再将枪上的指纹全部擦净。他这是要诬陷婉秀的节奏。不过当警察赶到时，山庄大门竟然锁着，也就是说小儿子现在还未离开山庄。然后等保镖导允赶到时，婉秀立马将凶手是小儿子的事告知。刹那间所有佣人全部行动，分头寻找小儿子的身影，但最终发现异常的人还是导允，因为这是保镖 K1的房间。在他被带走前，衣橱并没夹住衣角，果不其然，里面躲藏之人正是小儿子。导允叫人拿塑料袋套在小儿子手上，因为像这种猎枪在扣动扳机时都会溅到手上火药，而这也成为确定真凶最关键的证据。然后再根据山庄门外的监控视频，发现枪声响起时，婉秀正在山庄门前，根本不可能行凶，所以婉秀最终被无罪释放，而小儿子则被迅速收监。不过作为全部事情的幕后黑手，韩律师却毫发无损，无论是财阀的非法资金，还是雇凶刺杀婉秀，表面上都没证据指向韩律师，甚至因财阀的直系亲属全部无法办公，韩律师还被股东们推举成代理会长。他得意地跟导允炫耀，对方却不以为然。导允之所以有这个底气，是因在婉秀哥哥遇害后，他曾从遗孀手中得到一个 U 盘，据说是韩律师做假账的证据，但这种证据无法作为呈堂证供，所以他转头便潜入韩律师家，将 U 盘放到保险箱内，然后再匿名举报了韩律师。不过当时因搜查人员不知密码，只能将整个保险箱带走。结果就在昨天，他们终于破开了保险箱，拿到了这个 U 盘。所以还不等韩律师屁股坐热，一帮人突然鱼贯而入，罪名不但有做假账，还有他在交易账本后 K1 突然行凶的调查。自此所有坏人都受到了惩罚，但韩律师的刑期根本不会太长，所以会长婆婆趁取保候审期间，特意去监狱探望了小儿子，让他别相信韩律师。毫无疑问，金条是指那个凶器。小儿子也瞬间明白母亲为何知道，然后会长再将韩律师逼自己的事说出，便彻底离间了小儿子对生父的信任。画面一转，韩律师正干净整齐地读着书，小儿子却突然来到他身边。虽然小儿子已掐住了韩律师的脖子，但他求证母亲所言的过程却还是拖延了时间，最终让狱警及时将二人分开。但有小儿子这种不定时炸弹在，韩律师未来的日子必将如履薄冰，能否坚持到出狱都未可知。与此同时，保镖导允也向婉秀递交了辞呈，毕竟他来这里的目的已经达到，加上大儿子直到死都在守护婉秀，他便知道自己和婉秀不会有结果，所以二人最终分道扬镳。时间一转1年后，当婉秀拿着遗产到处做慈善时，突然听到有人喊他，转头一看，赫然是身着便装的导允。他辞掉了保镖的工作，将以志愿者的身份和婉秀重新认识。